师兄。 挡不住魔了！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速战速决吧！爹，你啊，别过来！师傅。 山无障。 这是法剑的绝学，山无障。山无障一出，无人能敌呀！邪城主的灵力恢复了。 念宋元咒，驱逐赤影。灵儿，师傅没有骗你吧？我说过，1个月之内不回暗域，你的魔气就会撕裂你的身体。你入人界已有半月，反噬开始了。灵儿，就趁今日，协助赤影夺到混沌珠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傅的身边。人间不值得留恋。 人族踩着他族的尸身血肉，构筑辉煌，他们永远不知满足，不知自省。人族才是万恶之首，根本就不该存在。记住，完成任务，回到暗域，回到师傅的身边，你才能活。我亚宇，我亚宇。 穆姑娘，穆姑娘，救命！高术士，
谁敢再念一句言咒，他就没命。穆玄灵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哼！你们不是一直在找邪盟内奸吗？那我便告诉你们，你们之中还有一人与暗族私通，就是你们最信任的谢城主啊！休要胡言！你不过是想离间仙盟内部。我可没有胡说。你们眼前的这位，就是我们暗域的圣女，尊上桑岐的亲传弟子，正是谢雪晨把她带回雍雪城的。不信，你们可以问问他呀。是，我没骗你们吧？正是你们的人族之光与我们的暗域圣女私通。穆玄灵，放开他！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。你都已经失去了神智，还是连句重话都不愿意对他说吗？也罢，就让师傅来帮帮你。交出混沌珠，打开结界，否则他们都会死。穆玄灵，穆玄灵不会杀他们。穆玄灵也许不会杀他们，但谢城主，你不会吗？刘雨石，不愧是精通天下法器的碧霄宫公主，见识非凡。刘颖石乃万年前神界天梯坍塌之时落下的碎石，能记录真实的音像，修为再高也篡改不了。也就是说，刘颖石所回放的必是真的。你这妖女到底想干什么？快放了救命！别急，趁今日人都在，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被隐藏了10年的秘密。谢雪晨，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杀了我爹？谢城主说不出口，那不如我替你说吧。10年前，有一位少年修士下山历练之时，碰巧路过明月山庄附近，一时兴起便留下游玩。当夜，恰巧遇到桑岐习庄。少年修士前去除魔，谁知除魔不成，反而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，亲手用万刃剑杀了当时的仙盟盟主高凤许。当夜，少年修士的父亲赶来支援，却见自己的儿子杀了盟主，公义终究抵不过私心。那位父亲趁无人发现，抹去了盟主伤口上的万刃剑气，瞒下了儿子被暗族附身杀人之事，却因良心难安，罚少年修士上问血崖丝布，一待就是7年。我赠你万刃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他杀害同盟，铸下大错。如何？这个故事精彩吗？
我什么都不记得。这不正是被暗族附身的症状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最信赖的谢城主，也不过是一个道心不稳、手染无辜同盟鲜血的庸人。你们这么跟随他，不怕被他带入死路吗？诸位莫要听他胡说，她是暗域妖女，她的一面之词就不可信。世间之事，亲眼所见都未必为真，更何况只是区区一枚石头的流影。但流陨石的确做不了假。看到了吧，整个仙盟，无人敢为你父亲说话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杀他的是谢雪晨。这些妖女休要胡言乱语，蛊惑人心。石影，趁今日人齐，就将他们都杀了。法剑500年修为，体内金丹威力巨大，引爆此丹，半个雍雪城都会给你陪葬。还有这种玩法，那就玩去大的吧！南虚月，加固结界。南虚月，今日就算我死在这9天纯云阵内，你也不能打开结界。区区法器，妄图阻我！雍雪城弟子护阵。是。雍雪城弟子崔南淼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王正护阵，雍雪城弟子雍雪城弟子叶鹏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，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，穆玄灵护阵。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身为我雍雪城弟子，哪能如此萎靡不振？但我入门比你早啊，你是小师妹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你不是说过，想要离开暗域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正是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才带你来了雍雪城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相信，便有可能。穆玄灵，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谢雪晨。
灵儿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下不了手，为师帮你做个了断，不好吗？你方才并非被暗族附身，是你自己对人族有疑，对仙盟有恨，才会受不住魔音的蛊惑，入魔为我所控。你应该也听到了，当年那日，谢雪尘是被暗族附身，所以你心心念念10年的人，根本就不是他。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恨能够让你强大，恨能够让你在暗域活下去。那真正的大哥哥呢？那夜之后他去了哪里？暗域10年，我从未见过他。暗族身毁，重归虚空海，重新化形出世之日未可知，或明日、后日，亦或是100年、1000年。你该有些耐心，灵儿。为了他，你也该回到暗域来。你犹豫了，因谢雪尘而犹豫，所以方才你即便知道谢雪尘不是那个人，你也愿意同他一起去死。荒唐！如何活，该是我自己决定的。即便是你，也没有资格替我决定。灵儿，你说出这番话，师父会伤心的。你的心，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死在你断臂那时。我要去走我自己的路，即便那是条死路。是。那便滚吧。她是桑奇弟子暗域妖女，绝不能留，当按仙盟律立即处死。她只是一时被魔气控制罢了。此妖女入魔是事实，能被控制第1回便有第2回。桑奇弟子绝不可能从善，除恶务尽。师父，谢城主，你当真要护着这个妖女？他伪作，不该死。若被控制行恶，便不算行恶。那死去的法剑尊者该向谁讨还公道？素公主是一指穆玄灵，还是一指我？高盟主之事，你当有个交代。高凤许之事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高凤许，他活该。穆玄灵，10年前，桑奇西庄之夜，我就在明月山庄为奴，是高凤许先要杀了我，那暗族为了救我才杀了他。哼，一派胡言！堂堂仙盟盟主怎会针对你一个灵奴？你们以为高凤许是什么好东西？他身为仙盟盟主，平日里带头欺压凌虐灵族，看似高风亮节，实则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、残忍无情的卑劣之徒。桑奇西庄之夜，他杀红了眼，看我是个灵族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了我。
那暗族看不惯他欺凌弱小，才出手相助，又有何错？穆玄灵，你凭什么污蔑我爹？你与他相处实在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？你自己呢？当时又在干什么？装什么父慈女孝？不过是一丘之貉罢了。穆玄灵，二位，高盟主之事谁也没有亲眼所见，吵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不错，高盟主已逝10年，这生命之事不该轻易被言语左右。若说谢城主有错，也只是一时道心不稳，被暗族附身之过。可这暗族向来难防，否则便不会连法界尊者是吧？谢城主又以一己之力挡下了金丹自爆，救下了我们在座和半城的人。那这功过之间又如何评判呢？高盟主之事可容日后再议。眼下该论的是，这暗域圣女该如何处置啊？将穆玄灵禁锢法力，囚禁于冰封地牢之中。如何处置，容后再议。谢城主，我说，容后再议。你那么想他，但为什么偏偏不是他？雪晨，仙梦。师兄，师兄。法剑尊者修为深厚无比，你拿元神之力硬扛他的自爆，当真是不要命了。有君天分担一半的自爆之力，我死不了。若是没有君天在，你早已当场毙命。许愿，许愿，我受伤之事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怕脏气突袭。法剑的自爆之力，已经将朱塔撞出了裂缝，混沌柱不能有事。只有我无恙，丧气才会忌惮。也只有你无恙，仙盟才会忌惮，你才能保住穆仙灵，对吗？方才在正气厅，各派已然想置穆玄灵于死地。若不是城主强撑着伤势震慑住众人，那穆玄灵已被他们当场诛杀。但眼下
也只能先将他关入牢中。他为作恶，不该死。可他身体已经出现了异样。我为他把过脉，他体内魔气异动，时刻都在撕扯着他的经脉，他的灵窍受损。我也不确定他能扛到几时。最后半夜，竟连半点阳光也碰不得，凭什么？我才不要享了阴沟烂曲里苟活的输赢！谢城主，你不该来此的。为何会如此？小伤罢了，和你那些伤相比，应该不算什么吧？如今手环已碎，你也别想再把我的伤口转移到你自己身上。谢雪晨。不瞒你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呢，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正道之光。你为作恶，不该死。何为正道之光？一人不救，何以救苍生？我说过，尚存希望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我害你至此，为什么不生气啊？谢雪晨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良善。今日入魔，是因为我本就有心魔，若非还有一丝牵念，我也许真的会毁了仙盟，毁了人族。穆玄灵，从与你相遇的第一天起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你为何如此执着于我？到了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你牵念的从来都不是我。是啊，他是我的大哥哥，我的命是他给的。
今日那一刻，我的牵念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如给我一碟点心，几壶好酒，等我吃饱喝足，你便杀了我吧。谢雪晨，我让你杀了！不雪梨，我不许你死。你不许我死，我也会死。物尽其用这一点，你确实该向陛下斡旋一下。谢雪晨，你走吧。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见时，你是来杀我的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谢雪晨，我没有机会和你去看真正的人间了。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当日我问你镜花宫的傀儡之乱是如何平息的，你回答的支支吾吾，是替他在遮掩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师傅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安玉圣女，可她的确是用魔功救了大家。但她是灵族，你竟替一个灵族遮掩，灵族最会蛊惑人心。桑琪让那妖女接近谢雪晨，定是想以此来乱了谢雪晨的修行。可谢雪晨本就被困在暗域，压在了熔岩底下，她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你懂什么？桑琪向来阴险狡诈，以玩弄人心为乐。桑琪是我镜花宫的死敌，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我不会放过他，也不会放了那妖女。师傅，桑琪骗过你？胡说什么！他一个下贱灵族，也配染指我镜花宫的人？师傅，您对桑琪的仇恨未免也太过浓烈了。秋眠，你也要恨他，必须恨他。他不仅血洗了明月山庄，还害死了你母亲。您不是说母亲是难产而死吗？师父只是一时口误罢了。我累了，你先出去吧。这结界是摆设吗？怎么你也能进啊？这冰牢结界
是专门用来困住你们这些囚徒的。我们这些正派人士，当然可以随意进出了。正派人士，那这位正派人士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就算我要死，也轮不到你来行刑吧？穆玄岭，你这张嘴，有现在的这些状况，都是自找的。我们大小姐屈尊降贵来这冰牢之中，怕不只是为了羞辱我几句吧？怎么，有事儿要问？是想问我桑琪有何计划，还是问我为何污蔑高凤许啊？我是想问你，桑琪是如何害死我母亲的？你母亲不是难产而死吗？和桑琪有什么关系啊？虽然不知道素宁真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据我所知，你出生的那一年，桑琪正在闭关，不可能跑出去害死你母亲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，何必来找我呀？20年前，我还没有被桑琪收养，也是从别的暗族口中得知，当年桑琪身受重伤，断了一臂，闭关3年，所以他是不可能去人界的。桑琪曾断过一臂。高修士，你话问完没有？问完就走吧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穆玄岭，你对我的态度为什么永远都是那么敌视？因为你们父女俩都一个样，对别人的恶，从来不会放在心上。你说话说清楚了，我哪里对你恶过？当年高高在上，处处欺辱灵族的不是你，桑琪来宫与我换衣，让我替死的不是你吗？他的眼睛，当年那个是你。你看吧，果然是忘了，我的命就这么贱。我没有忘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。是父亲不准我与灵奴亲近，我待谁好，他就会惩罚谁，所以我才对灵奴故意装作凶恶的。至于让你替死的事，是当时庄里厮杀的太严重，我在那儿吓傻了，都是长老们安排的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我已经被拉走了。等我要去救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带走了。穆玄岭，这件事我也不想这样的。是，所有好处都是你得的，坏人都是别人当的，只有你纯洁无辜，我的大小姐。穆玄岭，高修士，谢城主有令，将莫姑娘暂时关押，任何人不得煽动私刑。我有对他做什么吗？我倒是要提醒南庄主，你并非仙盟中人，凭何护他？印秀山庄虽未在仙盟之中，但也不是一个小小金丹可以放肆的对象。好，看在你们运秀山庄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们2人计较。又蠢又怂。这是因为魔气异动吗？嗯。我来帮你上药吧，伤口很快便会愈合，只是会有点痛哦。应该不会比魔气入体或者魔气逸散更痛了吧？这是生肌散，会加速伤口的愈合，只是会又痛又痒，像虫蚁噬咬一般。
要不还是别治了吧？伤疤是灵族的勋章吗？那要不要试试辅击伞，能让你的勋章更华丽些？南庄主如此汪风霁月、高洁如莲的人，怎会有如此邪恶的毒药？那自然是因为我并非是一个高洁如莲之人啊。运秀山庄的药果然是神奇，好得这么快。你还有多久？半个月吧。所以啊，你劝劝谢雪晨吧，该杀就杀了我。即便你已经知道他不是你的那个恩人，你还是会如此义无反顾？先前可能分不清，但在吃引爆金丹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有多恐惧。我怕天地间再无谢雪晨。除却当日的恩情，我想，我应该是喜欢他的吧。不过我就要死了，这算不算客死他乡啊？还是算了，我的乡在哪里都不知道，还他乡呢？若我带你离开，你可愿意？运秀山庄的药理自成一格，我可以助你淬体强身，抵御魔气。我的阵法亦是天下无双，可护你不被灵族、暗域或者仙盟中任何一人发现。随我回去，你便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可好？但雍雪城丢了重犯，又该如何交代呢？你留下就会死，便是死，也要保着他。我自己选定的路，选定就不改了。这便是世间情爱吗？强者因此软弱，智者因此痴愚。南庄主，若你真想帮我，帮我将阿宝托付给傅兰生，请他带他去碧霄宫找爹。若是找不到，就送阿宝回家吧，好吗？好。阿宝乖，跟哥哥走好不好？哥哥带你找爹爹。碧霄宫有好多好多的宝贝，宝气十足，想要什么任你选，不要哥哥，我把我的宝贝都送给你好不好？你帮我救救姐姐。小阿宝，来，听我讲，这是你穆姐姐唯一的请托。
跟傅哥哥走吧，这样才能让姐姐安心啊。然后赶快找到自己爹爹，也让自己母亲安心。纵然是我们的小阿宝，也有自己要做的事，要负的责任呢，对不对？可是哪有死？姐姐是无辜的，你也不想让她死，对不对？咱们想想办法去救姐姐。城主，你可还好？进。城主，你的伤势可有所好转？疗愈还需些时日，不过已无大碍。苍长老那边如何了？朱塔一战，法剑尊者身死，仙盟伤者众多。苍长老正在处理善后之事，可能还需要些时日。你来找我，可还有事？仙盟各派掌门与正气厅求见城主。好。师兄。有事便直说吧。我听见几句各位掌门的对谈，他们似乎对师兄你有些微词。他们说你……师兄还是亲自去听听吧。谢城主，暗域圣女的事不能总拖下去。是啊。就连其他仙道门派也都知道了谢城主与暗域圣女私交甚密，我等担心。话既说到这里，也不必再遮遮掩掩了。你身为雍雪城城主，却罔顾仙盟之规，引来祸患，是否也该对此有个交代？谢城主，谢城主，何道主。哎呀，方才那几位的态度，你都看到了。这些人啊，刚受了你的救命之恩，转眼便出言相逼，实在过分。人之常情，当立场相悖时，又谈何恩情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啊，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故交，不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指责你。但此次，仙盟接连遭受重创。先是你父亲遇袭，新任盟主也遭暗族祸害致死，朱塔又受创破损，整个仙盟人心惶惶，急需一位新的盟主来稳固仙盟啊！何道主的意见甚好，不知您心中的人选是？啊，我想举荐城主你出任仙盟新任盟主。啊，先不要推辞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何某以为，这一来呢，你的灵力已经恢复，第一剑修之能举世无双；这二来嘛，这次危急关头，你不顾自身安危，凭一己之力救下了半座雍雪城。若是你愿意为仙盟主持大局，定能服众。可是。唯一让大家介怀的，便是10年前被暗族附身，和此次暗域圣女之事。
所以，谢长州在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域圣女，彻底与暗族划清界限，为自己正声名，为仙盟树威望。谢雪晨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我跟南虚月借了纸砚和笔墨，也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提醒你，该杀我了。拥有一念善意的恶人，本质上仍是恶人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正道之光还能不明白吗？别有负担。诛杀我后，只要在忌日给我准备好酒好肉，我便不怪你。秋明，师傅，这么晚了，在我屋外做什么？那个雍雪城的人来过了，说明日请您去趟正气厅，要处置那个穆玄灵。你莫不是同情那妖女，想替她求情吧？同样的错误，你到底要犯几次？你何时学得如此心软畏缩，竟同情灵族和暗族？师傅，他也算是救过我们镜花宫一次，还有当年桑琪西庄，他为我替死，我终究是欠他份人情，所以您能不能明天去替他求求情？师傅，就算我求你了，师傅。你同你母亲一样心地善良，但是秋明，有些人有些事不值得你如此记挂，他们本就不该出现，更不该留下。
更何况，谢雪晨身为这雍雪城的城主，要想挽回过失、平息争议，就必须亲手杀了那妖女，不然这雍雪城的名字可就要蒙尘了。杀了我吧，用我的命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谢城主在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域圣女，彻底与暗族划清界限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真道之光。顾玄灵，走吧。他终于想通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走吧。穆姑娘虽然是暗域圣女，但也没做什么坏事。我们这样处置她，太残忍了。还好我没告诉阿宝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很难过。南旭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别在这关心了，太残忍了。来了。城主，人已带到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。你的伤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开始吧。谢城主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我散他武功，将他囚于雍雪城1000年，已是足够。她是暗域圣女，只此一条便可定她死罪。谢城主如此恐难服众，尤其会让玄天门诸位修者寒心。穆姑娘当日是被魔气所控，待神智恢复之后，一决阻止迟疑，内心向善。逝者已逝，如何处置，本就是活着的人该做的选择。谢城主若不杀他，便由我来杀。师父。
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谢城主，你这是想公然包庇他？袒护罪人才叫包庇，而穆玄灵无罪。无罪？谢城主这是何意啊？自暗狱起，穆玄灵便一路助我，助谢幕，追谕令查内奸，灭三营。他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牺牲。这样的一个人，若仙盟只因他的身份辨定其罪，欲取其命，是仙盟的过失，我不认同，亦不遵从。谢城主，你莫要善恶不分。难道素公主的是非善恶便是真理？我谢雪尘立誓，自有我的道心，亦有我的判断。给穆玄灵散去魔功，并非定他治罪，而是要让他彻底脱离暗狱的生活，求他千年，了却过往。从今以后，穆玄灵便是我雍雪城的人。想不到谢城主也是一个有心之人，吴姑娘大难不死，真是件好事。的确是好事。恭喜公子练成归离阵法。世人皆以杀阵为尊，殊不知能保全自身的守护之阵才是最难练。若做不到世间至强，那遇到劲敌时，能凭借阵法瞬间脱身，亦是至强之策。此阵一旦启动，对布阵者的损耗极大，若非生死攸关，公子慎用。即便生死关头，亦是命中注定，又何须阵法脱逃？或许这阵法永不会有启用的一日吧。以为不会启用的阵法，差点用上；以为不会寻到的人，也终重逢。穆玄灵，不让你死，亦是我的选择。我没有给你选择的机会。是因你如此
问过他了，问他愿不愿意随我回云秀山庄避世。为了你，他拒绝了。还有一个办法，为他散去魔功，便不会再有魔气反噬。散功十分凶险，对于一个灵窍破损的灵族，最终会导致身体败坏，走向一死。若他有玉阙宫护体，他便能活。这是另外一个秘密。10年前，我父亲在明月山庄寻到了重伤濒死的我。那时我神窍一会。人族之躯，需先开阴阳2窍，体魄方能达到巅峰，而后再开神窍才能修道。你若神窍被毁，为何还能达到法相巅峰之境？谢氏一族，代代拼死而战，时有受伤，所以自幼便要修习疗愈之法。我于濒死之际顿悟玉阙功，3日之内神窍重铸，修为不降反增。玉阙功还有这般功效，所以你要为他开神窍？是。有了神窍之后，他便可修炼淋漓，不用再受魔气灼体之痛，也不用再畏惧烈日灼烧，更不用再回暗域，可以堂堂正正，好好的活在人间。让灵族拥有神窍，足以改变3界格局，但又有什么所谓呢？穆玄灵，好好活着，继续做那个有趣的人，给这无聊的世间添点新鲜事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我冷。玄灵，撑住，撑过3日。3日之后，我带你去看人间，好不好？刚去看了新一批灵族的武斗，都厮杀了1个多时辰了，还没分出胜负，真是一批不如一批呀！哎，不是我说，这论狠论绝呀，远不如当年圣女，对吧？你干什么？你也想打架是吧？来呀！你可闭嘴吧！你还敢提圣女？尊上这2日心情不好。就是因为圣女宁死不归暗域，你还敢提她？你找死啊！赤影回来了。哟，赤影，你可以啊！你这出去一趟，直接把500年的法剑给爆了，这同归于尽的气魄，不很是欣赏。这短短几日，我的修为竟达到如此境界了。赤影啊，自爆金丹把本体都伤了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你可真够厉害的呀！我早晚杀了谢雪辰。行了，大话呀就别说了，快去虚空海里泡着吧。我可不喜欢太弱的同伴。
我刚从虚空海出来，总觉得很奇怪。今日虚空海内魔气大盛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出世一般。待多久啊？这冰天雪地的，我可过不惯。赤影自爆法剑尊者金丹，珠塔被撞出了裂缝，防护力减弱。科派既要守护混沌珠，这种时候怎么走得了啊？雍雪城已经派了1半弟子去守塔了。那这珠塔要多久才能修复好啊？珠塔法器虽会自行弥合，但怎么也要10天半个月吧。这么久？那谢城主也不想想办法。说起谢城主，我听说他抱那穆玄灵回屋，也有3天3夜不曾离开。难不成雍雪城会多一个灵族之身的女主人？堂堂雍雪城城主，竟然被一个妖女迷得神魂颠倒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简直是颜面扫地。要扫也是扫他们雍雪城的面，人家谢雪晨都没有说什么，2位师姐在这儿操什么心啊？高师妹，我们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。而且又不是只有我们一派在议论，其他门派也在议论。别派议论，我们净化宫难道就要跟着一起吗？高师妹，谢城主当年毕竟害了你父亲，你怎么还帮他说话？那你要我怎么样？难道我也杀了他报仇吗？可当年也是他救了我呀。若要说暗族附身，当日在运秀山庄，我也曾被战影附身。若是那日战影得逞了，我是不是也要偿命呀？啊？我不是那意思。反正我们净化宫不在背后嚼人舌根。2位师姐还是注意点吧，讲闲话讲饱了，不如给师妹我吃得了。连仇人都帮，活该家破人亡。你醒了，又要维持我的生机，又要处理公务，3日3夜不合眼，你就不怕累死啊？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应该要多休息一会儿。今天的阳光真好啊！我本来以为我必死无疑。魔功散尽，为什么我还能活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是你命不该绝罢了。你不想告诉我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不简单。我曾经好像问过你，如果我愿意散尽魔功，变成一个普通人，你会不会保护我？我现在好像有答案了。
怎么办呢？红颜祸水的名我担了，专断徇私的名你担了。不过我名声本来就很差，也不介意再差一点。但你就亏大了，什么都没得到，还白白赔了一身清白。不如你索性把我得了吧，好弥补点损失。身体才刚好转，嘴巴就不老实。那你就老实吗？法相寿命1000年，灵族寿命1000年。你判我囚禁雍雪城1000年，是什么心思啊？你想用余生护我？碰巧罢了。你会给我带锁灵环吗？不会。那你会给我下禁制吗？也不会。那你打算怎么求助我啊？你记忆好转，明日下山。你要赶我走？带你去看人间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好好休息。嗯。穆玄灵，想不到你也会有这样患得患失的时候。强者因此软弱，智者因此痴愚。南虚月说的果然不错。唉，情爱误我啊。听弟子说，尊者禁寺多日，终于愿意告诉我，为何道心崩毁了。几年前，我遇见了一个人，一个让我有心魔的人。谁？修仙阁主。魔是除不尽的。但尊者可有想过，世间万法为何只有你玄天门的道法才能够指引世人消弭心魔？可见天降大任于玄天门。若人人拜入玄天门中，以严咒照心见性，恢复本我，不再有私欲，不再受求不得之苦，那世间便没有爱憎，也自然没有心魔。你便真的醒了。我本想忘记这番话，可不知为何，我越想忘记，便越忘不掉。日夜轮转，春秋更替，他的这番话，时不时就会出现在我的耳畔。渐渐的，我觉得他的指引是对的。所以你勾结修仙阁和暗族，想要扩张玄天门的实力，让天下人都拜于玄天门的门下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尊者想要人人都依玄天门的道而行，可曾问过他们是否愿意？若他们宁可有爱恨别离、受求不得之苦，沉沦在欲望中呢？你想要他们行玄天门的道，他们行得了几时？心中难道不会有怨恨？如今玄天门门人众多，又有几个真的像尊者说的那样，得以超脱？难道就没有办法让这世间再无心魔？我曾认为，魔由心生，是人的影子。阴影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我们活在了阳光之下。金乌东升，西落则阴长，烈日当空则阴短。真正的除魔手段，是创建一个煌煌盛世、海晏河清、人人得以安居长乐之所。
心魔自无寄生之处。可这煌煌盛世，该如何成就，却是万古的难题啊！我所见越多，越觉得眼下人族走错了路。仙盟之下，人族的生活越发安稳富足。然而与之相对，灵族却被驱赶至苦寒之地，或陷于奴役压迫，满怀仇恨。指一方绝对主宰之势，未必是他方安居之所。所以眼下该做的，不是以杀止杀，而是要寻找一种恰当的平衡共存，和而不同。多谢城主解我之惑。眼下我有3件事情需要知道答案。城主请讲。第一件事，修仙阁主何在？我不知。第二件事，仙盟各派到达雍血城当夜，我曾遭人袭击，那人身着黑衣，还蒙着面，修为在元婴之上，法相之下，应是修仙阁的人。他是谁？修仙阁主座下有一名最信任的使者，正是元婴之上，不过他的脸庞一直隐藏在蒙面黑巾之下。我并不知晓他是谁，恕我帮不上忙。城主，该讲第3件事情了。第3件事，答案在尊者。仙盟此劫，如今种种错皆在于我，万死难辞其咎。如今师兄永世，我又身负重罪，还望谢城主看在我们玄天门1000年以来抵御暗族之劳，莫要追究玄天门。